一套录音，看时间点应该是在刘冰毙命前夕完成。丽丽，你别跳！你跳下去，你人生就没有别的可能了。你只要还活着，人生就还有希望的。我活不了了，他们不让我活。谁不让你活呀？网友，他们都在说，是我害死了我爸，是我是杀人凶手。他们都在骂我，他们都要我去死，那我就去死好了。反正我的人生已经毁了，我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。丽丽，你听我说，网络不是你全部的人生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别再说了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丽丽。丽丽，雷鸣，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吗？你是这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你还记得我们说的那句话吗？我给你提供这么好条件，你就给我考这点分数啊？啊？你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是同样一种父母。你爸囚禁了你的身体，我妈囚禁了我的梦想。每天练那破琴有什么用啊？回家我之所以爱上你，是因为我们都是跟同样的。你说话呢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我们的父母刻板的想让我们走他们认为对的路，他们从来都不在乎我们的想法。大人们都该去死！雷鸣，我喜欢你的音乐，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只有我们懂得彼此，所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最近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，再这样下去，清北大学肯定没有希望了。如果我爸再发现我俩玩得好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丽丽，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伪造成绩单能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我做过很多次了，从来没有被爸妈发现过。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能做吗？只要价钱合适，就没问题。不过丽丽，清北大学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只要能换回我的自由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雷鸣，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你就救救我。好，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后来我们都如愿以偿了。你骗你的家人说你清北大学被录取了，我骗我妈，让我妈相信我考上了外省的一本。在家里我们都是乖孩子，但其实，在现实的梦想里，我是摇滚乐手，你是小网红主播。虽然总是害怕被发现，但是我们都很快乐呀，丽丽。丽丽，你的头发好看吧？走，排练去。走。虽然那段时间我们真的很快乐，但你知道吗？那都是假的，我不想再装下去了。所以
你就做出直播自杀这么蠢的事儿吗？那天你爸来这儿打了我之后，把你带走了，我才终于明白了你的痛苦，丽丽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直播自杀。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如果我爸知道了我们发生关系，我和你都没有活路。雷鸣，我是真的爱你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给过我快乐的人。如果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。我既不能阻止我爸伤害你，又不能摆脱他，我只剩这一条路了。丽丽，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傻吗？对，我的确很傻，所以他们说什么我信什么。他们说的对，我是杀人凶手，是我害死了我爸，我是杀人凶手，是我害死了他。不是的，丽丽，是我害死的你爸。封锁现场，准备按缺气垫，快！程女士，程女士，程女士，你冷静点。你现在上去很有可能适得其反，你相信我。你说什么？那天看到你直播自杀之后，网上很多人说你爸爸性侵了你，当时我觉得我整个世界都崩塌了，我内疚、无能、懊恼、愤怒，我感觉我就是个废人，废人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做了一个男友该做的决定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想警告他。谢谢刘哥。哎呀，高兴啊！你别过来！我是丽丽男朋友，我今天过来就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以后你别再伤害丽丽了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可能，我女儿不可能有男朋友。你说什么？这姑娘不完成学业，她不可能有男朋友。就算是有，也不会是你这样的小混混。把药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丽丽她要的是自由，给我！她不要你这样的父亲。混蛋的逆子！丽丽，不关你的事儿，全都是我的错。我只是想帮你，我真的没有想害了你爸爸。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，好吗？我才是罪人，丽丽。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逼我？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好过？丽丽，爸爸从小没文
爸爸就盯着你的成绩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现在发现你长大了，成绩也没那么重要，你需要自己的空间。爸爸本来想攒点钱，让你搬出去住，可你的学费我还没有还完。爸爸没能耐，以后找男朋友千万别找爸这样的，但是一定要找一个能够保护你的。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。这是从你父亲手机中恢复的录音，应该是他溺水前留下来的。他知道，只有真正离开你，你才会快乐起来，所以他放下了对你的执念。这对他来说挺不容易的。刘丽丽，你应该听你爸爸的话。丽丽。你爸都能释怀，你也能做到。不要伤害自己了，好吗？我们重新开始人生，我会为我的错误为你赎罪的。丽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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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丽丽。丽丽，领导，绿线接触。喂，小王，有一件事情还需要你帮我查一下。我去拿一下调查结果。哎呀，总算是虚惊一场，这一晚可真够人受的。我只想知道，刘斌当年是为什么入狱啊？卷宗上写着，当年有2个住店客人喝多了，非要拽着陈平进房间。后来刘斌知道此事之后，直接跑到酒店把这2个人打成了重伤。一个人左眼终身失明，另一个人横截肠破裂，都达到了重判的级别。那也就是说，刘斌是为了陈平而入狱的。如果刘斌出狱后，能够不要那么偏激地对待刘丽丽，或者是陈平，试图理解刘斌的苦楚，或许这一家人就不会4分5裂，酿成这样的悲剧了。哎，雷鸣的父母接他回家了吗？刚走。雷鸣的母亲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坚定说他自己没有错。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就要管一辈子，所以他现在决定把雷鸣带出国留学，逼他退出乐队，和刘丽丽断绝来往。可能在他母亲的观念里，玩乐队的就是坏孩子，只有读书成绩好的才是好孩子。这种偏见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啊？你说的这种情况，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，因为有些人，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改变。小青同志，你太悲观了，你应该向林涛同志多学习一下。至理名言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总觉得哪里很奇怪。那又悲观了吧？负能量。
你们回来啦！事情我们都听说了，真是万幸。刘斌的心脏病理检验报告。哦，在这儿。死者刘斌冠状动脉内曲道血栓脱落栓子，心肌倾斜性梗死。唉，作为一个冠心病患者，一旦栓子脱落了，就会造成大面积的心肌梗死，短时间内就会丧命。死者有溺水征象，这也就说明了死者在落水的时候还是活着的。栓子脱落导致他失去了自救能力，确切的说，他是在心脏病发前就溺水而亡。有点奇怪，是挺奇怪的。什么奇怪？刘斌遇袭溺水，心脏病发，可他怎么有时间还给刘丽录下一段遗言呢？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：身受重伤的刘斌靠着本能反应游回了岸上，剧烈的运动和外界的刺激下，他很有可能再次引发心脏病。但此刻，他只想着对自己的女儿赎罪。爸爸，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人出现了。你又是谁？刘斌他现在只有一条活路，他拼命地游向对岸，但这个时候他的心脏病已经发作了。所以删除键就这样沉入了湖里。所以你的意思是又冒出来一个凶手？我都听傻了我。我以我的推论来看，就可以解释现在所有的疑点。但凶手的动机呢？还有那个删除键，是什么情况？感觉跟普通的不太一样啊。这和刘斌的过去有关。我拜托小王帮我调查了刘斌的过去。技术部门刚刚给我调查结果。10年前，刘斌以人间正气的网名，对一个网红女孩进行了攻击。星星知我心，本名张雅欣，16岁，癌症患者，曾患重度抑郁症。为了让她振奋精神，当时的护士长郝之云为她建立了一个个人账户，就是为了让她展示她在医院的阳光生活。她乐观的生活状态吸引了很多的粉丝，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多的黑粉。最终，她不堪重压自杀了。刘斌呢，其实是一个父权观念极重的人，他曾以女性直播就是不守妇道的言论，在网上对张雅欣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攻击，是最活跃的黑粉之一。你们是怀疑刘斌遇害和这件事情有关系？秦明是这么觉得。证据呢？特制的删除键，这是凶手的自我签名。这里怎么这么多死鱼啊？鬼知道啊！刘斌身上没有任何被电击的痕迹，电击致死并不是导致刘斌死亡的直接原因，但是我的推断至少可以证明，河岸旁边一夜之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那么多死鱼？不足为证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臆想。我在要离开龙帆市的前几天，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里面也装着这个删除键。我认为这是凶手对我的挑衅。现在显而易见，杀害刘斌的人另有其人，
至于对方为什么要救刘斌上岸，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他是想把这个删除键放到刘斌身上，这就是所谓的电击凶手签名行为。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和刘斌案是否有关联，并没有证据佐证。刘斌的出租车上的行车记录已消失了，这个你能解释吗？我并不否认真凶另有其人，刘斌曾是键盘侠，但真凶为此就报复行凶，这番说辞我不认同。还是那句话，除非你拿出有力的证据来。证据。好。10年前，死者郝之云溺水而亡，他的手中有一个同样的删除键。彪哥，你是当时的竹检法医吧？难道你都忘了？我没有时间跟你讨论当年那桩没结的案子，我只关心眼前的这桩悬案。郝之云是张雅欣的护士长，同时也是让她成为网红的推手。刘斌是抨击张雅欣的网暴者，他们和张雅欣的自杀都有所关联。我说了，说说眼前这件案子。李队，刘斌案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，恐怕我们要打一场持久战。李队。是我。发现一具失蜡化尸体，大家准备一下，我们去勘察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班。秦明，我想问你，为什么要把刘斌的案子跟10年前的那件案子联系在一起？我查了卷宗，才提出10年前的案子。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为什么要查10年前的陈年旧案？好奇吧？可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执念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可理喻？秦明，那件案子是不是跟你有关？回家吧，明天早上还要出外勤呢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就跟我说。谢谢。来啦！哎，你怎么还吃上螺蛳粉了？我们现在可是去勘察现场，我劝你少吃点啊。巨人关我都见过，那叫什么场面？还有什么能吓到我？那你见过蜡化的尸体吗？你是说蜡像馆里人偶那种？其实我也没见过，我就是在课本上见过，所以你还少吃点吧。闲话少说，赶紧去现场。拿着吧，说不定能用上。瞧不起谁呀？辛苦各位赶到合川，当地警方感谢咱们法医室给予的技术支持。客套的话就免了，介绍情况吧。今早5点，在这个废车场，报案人捡到一个袋子，以为里面有什么东西。5点20分，他报了案。龙华气球场曾经是合川县最大的气球场，5年前就已经废弃了。
由于地点比较偏僻，来的人比较少，所以弃尸袋到底是什么时候运过来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咱们调查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，那么辛苦大家了，开始吧。是。王婉，你去记录。那个袋子看起来挺稀有的。尸体上有黄油状液体，皮肤也皱巴巴的，像香皂一样，尸蜡化特征明显。尸体小腿以上的部位被密闭的套筒状的塑料膜包裹着，皂化的组织浸透衣服，覆盖在表面上。我们无法判断死者的年龄和面容，但从高跟鞋和头发来判定，死者应该是女性。老万，勘察中心现场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死者死亡后，尸体会在2个小时内出现尸僵。一般出现尸僵之后，尸体很难驱血。但我们看见的这具尸体上，已经处于完全驱血的状态。凶手在尸僵前就完成了捆绑、包裹、驱取装袋这样的程序。凶手选择用保鲜膜包裹尸体，目的是为了定型，方便装袋。也就是说，死者死亡到装袋完成，一共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。塑料膜包裹，保持适度的温度，缺氧潮湿，这些确实比较容易造成尸蜡化的尸体。你看，电话线。先把尸体带回解剖中心吧。这么大的废车场，加上这些垃圾废品，这样的现场很难找到有用的证据吧？就算有证据，也早就淹没在这个垃圾堆里了吧？这可真是个抛尸老地。库里没有找到死者的 DNA， 无法查证尸源。那主任呢？今天有批新器材要到，主任要亲自押车。啊，真好，我们终于有新器材了。来，准备开始。现在上午11点10分开始尸检。尸蜡化是保存型尸体的现象，在极特殊的环境下，尸体的皮下脂肪组织因为皂化或者是氢化而形成的蜡样物质，常见于在水中或者埋在水分丰富的泥土环境。死者为女性，身高大概160厘米左右，体重45公斤左右，口腔黏膜未见损伤，牙齿健康状态良好。一会儿用虚拟解剖看看耻骨联合面，再判断年龄。死者胸前有一颗芝麻大小的红痣，肌肤触感非常的湿滑，而且脆弱。颈部肌肉皂化严重，分辨不出是否有出血。死者的甲状软骨上角骨折，骨折折断有出血，应该是生前反应。通过内脏检查，可以确定死者有窒息特征，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他是被人掐死的。那问题是死亡时间呢？这直接关系到尸源的寻找。尸体尸蜡化形成最少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。法医学概论第11章，教科书上的内容并不适用所有的情况，比如眼前的情况。我错在哪了？5、6个月前是冬天，死者穿着夏装衣服，这怎么解释？死者穿着夏装的衣服，距离现在也就2月的时间。也有可能是去年夏天。李队已经确认过了，
拾荒者在年前也捡过一次垃圾，那会儿他没有发现尸体。这就奇怪了，尸体是蜡化的形成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根据他的衣服，他的死亡时间也只有2个月前，理论跟实践发生了严重的矛盾。难道是教科书写错了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？齐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是蜡化尸体太滑，缝合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止血钳根本夹不住肌肤，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处理，就是有点累。这个倒是小事儿。你身上的味道，已经洗了很多次了，应该好一点了吧？嗨。花花，你让我过来是？啊，我想让你过来帮我洗洗衣服呗。哦，洗衣服。是蜡化尸体，衣服形态辨认不清，就需要清洗晾干。所以你让我过来就是帮你干体力活了呗？不是你说没事的时候，任何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你的嘛？是。洗衣服可以锻炼肱二头肌、胸肌还有腹肌，你也应该学会在生活中锻炼身体。啊，说的也有道理。那你休息一下，喝杯咖啡吧。哦，谢谢小哥哥，那拜托你了。嘿嘿。我顶！你身上什么味道这么臭？都辣眼睛了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我给你煮了面，我妈还问呢，为什么你一回来就躲在房间里，也不下去吃饭？我不想影响别人。这个给你。没用的，我等一下用漂白水再试一试吧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你试试吧。香菜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你这么说话，考虑过香菜的感受吗？我和香菜又不熟，为什么要考虑它的感受？香菜呢是专门除尸臭的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里面加了很多植物精华，所以保证皂到未出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喜欢香菜的味道。已经开始布置起来了吗？我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租金的话我会跟阿姨谈。租金你跟我谈就好了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你喜欢画画？偶尔吧，思绪乱的时候，画画可以让我静心。哦，那你现在思绪乱吗？不乱。你这儿还挺干净整洁的嘛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陈主任应该没有让你当我的班长，对吧？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来问我，以汇报的形式会让我紧张。哦，我先回去了。完了！百密一疏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先跟老陈打个招呼呢？你说我好好的法医不做，我为什么要做个骗子呀？
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明天再说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那个香皂在哪里做的？古城有很多工艺品作坊都可以做香皂的，我明天带你去吧。我现在有事。哎。 欢迎光临，可以随便在店里面挑选一下，咱们店里的香皂都是可以 DIY 带走的。皂的主要成分是动植物油与碱，冷制皂的皂化需要多久？冷制法的皂化通常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，这样。那么请问工艺是什么？像这种冷制的皂成品呢，通常需要放置1个月以上，直到它的酸度下降成熟，形成皂化。但是它的放置需要一定的条件，比如说有催生的化学物质呀，或者是潮湿加热的环境等等。潮湿闷热的环境可以加速皂的氧化，这种说法对吗？是的。好，那我要2块，一块成品，一块还在放置中没有皂化的。不好意思，这种半成品的话，暂时咱们店内是不对外出售的。我们是警察，请你协助我们办案。好，您稍等啊。哎，对了，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佛手柑味道的香皂啊？有的呀。我要1块，谢谢。您好，前台那边结账。谢谢。这个送给你。谢谢啊。死者死亡的时间无法确定吗？对，因为死者下级衣物和湿蜡化形成时间段会发生冲突。如果我们没法确定死亡时间，就没有办法在失踪人口库找到尸源。我知道怎么回事。这是那块冷制皂吗？普通尸体想要形成湿蜡化，确实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，但尸体保存的环境与冷皂化的皂化环境极为相似，尸体又是被塑料薄膜密封，同时处在一个封闭、潮湿、高温、缺氧的环境里，这也就加快了湿蜡化的形成。技术科呢，模拟了冷皂化的皂化过程，结合尸体内的菌群、尸源地特殊的温度及湿度进行了演算，推断出湿蜡化的形成应该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5月下旬。锁定范围就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向各个派出所通报尸源信息，尝试着从失踪人口上来查找。另外，在藏尸袋和捆绑死者电话线上发现的是同一人的指纹，说明捆尸弃尸是同一人。但是在库里没有找到这个人，这个人没有案底。这个藏尸袋看起来这么奢侈，难道凶手是个有钱人？这个范围是不是缩小了？不一定。凶手就算把这个袋子给扔了，也有可能被拾荒者给捡走。这一点凶手应该非常清楚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，要么就是他蠢，要么就是他希望尸体可以尽快被发现。有道理，凶手弃尸的目标一般都是掩盖犯罪，不希望被发现。所以凶手到底在想什么呢？